他一直被做翩翩美少年，却不料有着温柔的女儿身。腹腔镜检查就看到了卵巢和这个子宫。出人意料的一幕，扑朔迷离的两性特征，曲折离奇的情史。熊猫锦竹的恋爱季节为您精彩奉献。春天是大熊猫发情的季节，四川卧龙的雌性大熊猫锦竹也在8岁这年的春天出现了比较强烈的求偶反应。饲养员赶紧把锦竹送到繁殖区，让它和雄性大熊猫露露合拢。可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，露露却对锦竹大打出手。雄性大熊猫演绎的还是能够被迷住，感觉还是有兴趣。但是一旦活龙的话，它马上就打架，马上雄性大熊猫就打它。看来露露和锦竹有些不太合得来，饲养员接下来又给锦竹换了几个男朋友，希望锦竹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可结果还是一样，他们都对锦竹拳脚相加。这时一直在卧龙大熊猫基地工作的李德生分析，这时雄性大熊猫辨别出了锦竹身上散发出的雄性性腺的气味，以为他是和自己争夺女友来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锦竹不是雌性大熊猫吗？事情还要从锦竹出生时说起。1996年8月，锦竹出生在卧龙大熊猫基地，它叫声洪亮，一看就知道身体非常健康。工作人员根据多年的经验，立即做出了判断。它是雄性的，我们就从它的能够从眼观感受到的。原来与一般的动物有所不同，成年大熊猫的体重能达到100多千克，但它的幼崽出生时却只有100克左右，也就有我们的手掌那么大，很多器官都没有发育完全，其中就包括外生殖器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要想确认幼崽的性别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出生幼崽，它性别判断是有相当困难的。这个雄性、雌性差别非常小，你要有时候通过显微镜才能够识别，这种判断是要丰富经验来支撑的。当年饲养员根据锦竹出生时的表现，初步判定它是一只雄性大熊猫。可是锦竹长大了，怎么会又被确认为雌性呢？会不会是当初的判断错了呢？正是因为担心出现差错，工作人员还是给他做了一次 B 超，想确认他的性别。锦竹我们在2岁多的时候也做过检查的体检，当时也就超声波都打到过睾丸的，但是很小一点点。那么这个后来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的很好吧，这个也平时也不用麻醉它，这个中间有2年的话，就大概就没对它的生殖外生殖器像睾丸这些进行观察。因为它也观察不到，小的时候根本它就不在阴囊里面，它在腹股沟、腹壁，那些就看不到的。就这样，锦竹以雄性大熊猫的身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从来没有人对它的性别产生过怀疑。一直到锦竹4岁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才觉得有些不对头。4、5岁的时候，然后它这个睾丸呢，这些它肯定都，即便不坠到阴囊，它也能够比较大，肯定能够很容易的就摸到，观察到，但他当时没见到，就没看到。不过工作人员一开始只是以为锦竹发育的比较慢，没太当一回事儿。转眼间锦竹6岁了，进入了性成熟的时候，按照常理就该娶妻生子了。可锦竹却对雌性大熊猫毫无兴趣，不理不睬，反而一些雄性大熊猫对它大献殷勤。人们被这奇特的现象弄得是一头雾水，工作人员也起了疑心。难道锦竹不是雄性大熊猫吗？
由于仅仅从外观已经无法判定锦竹的性别，于是工作人员决定给锦竹再做一次 B 超，看看它到底是雄还是雌。可是大熊猫怎么做 B 超呢？它能配合医生吗？卧龙基地的饲养员们专门训练过大熊猫，他们会乖乖地坐在笼子里，根据饲养员的手势躺倒，露出腹部，接受医生的检查。饲养员只要不停地用大熊猫喜欢吃的苹果或竹笋讨好它，它就能一动不动地配合医生做 B 超。由于大熊猫的毛非常厚实，而且还很扎手，做 B 超前，医生把锦竹腹部的毛剃到10厘米见方，然后就像我们人做 B 超一样，涂上导电弧，给它做超声波检查。可是检查的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。熊猫的生殖这个系统它是非常特殊的，它不像人呐，很多这个子宫是全部在盆腔里面。这个熊猫的因为这个子宫很长，里面有肠管，它不像人类能够除尿啊，这样的配合检查能够非常容易的通过超声波检查。这个就是说你通过超声波检查有时候不清，这个应该说是运气好的时候可能能够看得清楚一点，如果运气把它没料的话，有很多肠管的话，你是不容易这个确诊的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大熊猫的生殖系统比较复杂，这次 B 超检查的结果不太清晰，专家还是无法做出判断。锦竹是雄是雌，顿时成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难题。为了尽快验明锦竹的性别，专家决定给锦竹做一次腹腔镜检查。其实一般情况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研究人员是不会给大熊猫做腹腔镜检查的，因为做腹腔镜检查可不像做 B 超那样容易，它需要把内窥镜深入到大熊猫的体内，非常的疼。大熊猫哪会老老实实的任人摆布呢？别看平常大熊猫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，其实它的身手很敏捷，再加上它个头大，力气足，要是惹急了它，谁也经不住它那一巴掌。所以要想在清醒的状态下给它做检查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麻醉。为了弄明白锦竹的情况，李德生他们不得不下决心给锦竹麻醉做检查。通过腹腔镜，他们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一幕。腹腔镜检查就看到了卵巢和这个子宫。一直被当作雄性的锦竹身体里面竟然发现了卵巢和子宫，看来锦竹的性别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了，应该就是一只雌性熊猫。可这时李德生他们却又产生了新的疑惑。它的外生殖这个器的这个性征呢，这个特征呢，也跟一个典型的雌性大熊猫又不相同。尽管它现在没阴茎，但是跟典型的雌性大熊猫也是有差别。原来锦竹的外生殖器跟一般的雌性大熊猫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锦竹还有雄性大熊猫特有的气味。像雄性大熊猫，它这个肛周腺非常发达的，它在这个经常通过这个标记行为，就说留下它的这个性腺，留下气味。锦竹当时它这个肛周腺也是比较发达的，气味也是很重的。既有雌性的子宫和卵巢，又有雄性特征的外生殖器和肛周腺，锦竹到底是雌性还是雄性呢？专家们还是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。没的。为了进一步确定锦竹的性别，专家们经过研究，最终决定求助于科学性比较高的染色体来鉴定。采了锦竹的血液，也采了一个典型的，这个就是说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血液，然后进行遗传物质的分离，最后对染色体进行这个判断。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困扰大家已久的锦竹的性别问题终于有了答案。锦竹的这份鉴定报告表明，它是雌性大熊猫。不过罕见的是，它同时还有7%的雄性因素。这种性别上的紊乱表现，基地的工作人员与专家们都没有碰到过，在大熊猫繁育史上也是头一次遇到。
不过据专家介绍，在其他动物身上，包括我们人类，这种情况还是有的。有时医生可采取一些治疗措施来明确一种性别。那么锦竹该怎么办呢？需不需要给他做个变性手术来明确身份呢？做变性没意思啊，这个真是基因，真是他，你变性人那个就是做一种个人的想法，就是他，但是对熊猫就没意义了，你不可能变性，这个基因是改变不了的，应该是。锦竹就这样过着又雌又雄的生活。由于它活泼好动，体型也更像雄性大熊猫，所以一些雌性大熊猫经常把它当成心仪的对象。可是锦竹对它们可没有兴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锦竹的婚事问题开始让卧龙基地的工作人员感到头疼。这种雌雄兼有的表现，该怎样给他找对象呢？可是锦竹好像对婚姻大事儿并不上心，在自己的地盘上过得挺惬意。每年的3、4月份是大熊猫发情的季节。2004年，锦竹8岁了。这个时候，适龄的大熊猫都从散养区转到了繁殖区，只有锦竹还在散养区里晒太阳、睡大觉。当时大家都认为它是那个两性熊猫嘛，都没去管它。因为性别紊乱，饲养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锦竹，只好把它独自留在散养区里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饲养员发现锦竹出现了异常情况，不爱吃东西了，烦躁不安，不时还发出像羊叫的声音。这是雌性大熊猫典型的求偶行为。有一点激动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只熊猫是两性熊猫嘛，可能不会发情。那发情了，可能这对大家都很高兴。这可是锦竹有生以来第一次雌性求偶反应，饲养员赶紧把锦竹送到了繁殖区，它的左右两边都住着雄性大熊猫。对公猫特别感兴趣，然后行为也特别好，都很正常。可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，锦竹几次尝试和其他雄性大熊猫合拢都没有成功，雄性大熊猫总是对它大打出手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李德生他们也感到疑惑不解，后来才突然意识到，这可能是锦竹身上7%的雄性基因在作怪。雄性大熊猫辨别出了锦竹身上散发出的雄性性腺的气味，以为它是和自己来争夺雌性的，所以就对它动粗了。我们通过给人医的专家，或者通过分析鉴定，大家觉得这种熊猫吧，它可能就是产崽的可能性很小，基本上没希望。饲养员满心的欢喜，却换来了一盆冷水。看来要想让雄性大熊猫把锦竹当成雌性来对待，是没有指望了，就更别提做妻子、当母亲了。大熊猫每年只在春季发情一次，而且每次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。2005年春天，锦竹又表现出了对异性的渴望。这一次，雄性大熊猫能接纳它吗？谁的心里都没有底。工作人员尝试着将锦竹送到了繁殖区，可令人惊喜的是，竟然真的有一只雄性大熊猫接受了锦竹。锦竹也终于在9岁这年当上了新娘。人们顿时喜出望外，也都有了新的期待。可是锦竹能够顺利怀孕，当上妈妈吗？对它抱有一丝的希望，然后还是继续观察，对它进行观察，对它进行呵护。那么锦竹到底能不能怀上小宝宝呢？大熊猫的孕期一般为150天左右，8、9月是大熊猫产崽的旺季。饲养员也希望锦竹能好事连连。可是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越大。这一次，锦竹却没能锦上添花。2006年春天，锦竹10岁了。这次他又顺利地找到了心仪的对象，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期盼。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大熊猫怀孕的反应有时会出现不爱吃东西、不爱活动等现象，有些就不明显。而且大熊猫体大深沉，它怀的宝宝又非常小，所以从外表上根本分辨不出是否怀孕。
因为大家对锦竹有太多的期盼，所以这回不管她怀孕与否，于是决定给她做个 B 超，一探究竟，碰碰运气。别的大熊猫可享受不了这个待遇，但 B 超检查没有看到是否有小宝宝，但饲养员还是耐心等待着。然而秋天过去了，等来的依旧是一场空白。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让所有的人都放弃了锦竹做妈妈的希望。2007年春季，锦竹进入正常发情的第4个年头。这一次锦竹一眼就看上了从北京来卧龙相亲的圆圆，可大家对此却并不抱任何希望。可是进入7月份，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机。一向食欲非常好的锦竹突然不爱吃东西了，这很像大熊猫的怀孕反应。可是根据前几年锦竹的表现，大家认为这有可能又是空欢喜一场，因为一些大熊猫没有怀孕也会出现减食的现象，这叫假孕。不料就在2007年8月5日，饲养员发现锦竹真的出现了临产的反应。难道锦竹真的怀孕要生小宝宝了？大家都很激动。可爱的锦竹总是在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，让大家又看到柳暗花明。8月6号凌晨，3点过14分的样子，然后他就坐在那不动，然后就有一股水流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破羊水了。破羊水就意味着这只大熊猫很快要生了，有着丰富经验的饲养员顿时兴奋了起来。以前大家都以为它不会生，然后今年它突然有这种产前的行为了，大家都很兴奋，都很迫不及待的想看这只熊猫生的小崽是否健康啊，是否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。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守候在笼舍外，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。一只性别紊乱的大熊猫真的能生小宝宝吗？3点过14分的样子，破羊水，不到1个小时就产下第一崽，顺利的产下第一崽，很健康，100多克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锦竹生下了第2胎，体重70克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性别紊乱的锦竹不仅成功怀孕，还顺利的生下了1对双胞胎。这种情况在全世界的大熊猫繁育史上都是罕见的。我们也咨询过人医的专家，他们说在人的话，就这种叫嵌合体是有的，像雌雄同体吧，有这种情况。就是说比如说开始可能雄性性征比较明显一点，后来慢慢的它因为这个发育的情况吧，慢慢的雌性的这个基因占主导了，它就变成这个雌性性征又更明显一些，有这种情况。可是让大家一直不解的是，锦竹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呢？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非常准确的原因，这个来对它进行一种科学的解释，只是一种推测。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染色体在分化的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，但是它主要的染色体绝大多数93%的都是雌性的，所以说这个让它慢慢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雌性性征就越来越明显。这时候大家又有了新的担心，锦竹的染色体出现了问题，导致性别紊乱，那么它的小宝宝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呢？大熊猫锦竹的这个2个宝宝，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它的这个性别方面的问题，这个都能够比较明确的判断，应该能够明确的判断，一个雄性一个雌性，老大雄性老二雌性，但它将来是否会存在一些这个性别方面的问题，那么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的这个长期的跟踪观察研究。检查的结果让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。在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奇迹后，锦竹和他的1双儿女如今在卧龙基地里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。